欠债还钱本是天经地义，大雄和小夫同样是面对胖虎这样用拳头说话的老赖，能不能抱到蓝胖子的大腿才是关键。大雄好声好气的向胖虎讨要1个月前借走的书，却被胖虎反将一军，再加上助纣为虐的小夫，大雄莫名其妙的就成为了诬陷胖虎的恶人。原本屋主才是老子，此时大雄却成了下跪道歉的孙子。鱼哭了谁知道，大雄哭了谁知道，能懂他悲伤的只有蓝胖子。大雄的书就由蓝胖子来守护。蓝胖子拿出了魔术箱套装，准备开展解救人质作战。只见他坐进箱子，把脚伸进了最下面的洞里，这只脚竟然从圆筒的一头伸了出来，而且蓝胖子可以让圆筒像自己的脚一样行动。观察路况是靠上面的洞，中间的洞则是用来让手从圆筒的另一头伸出来的。这不，蓝胖子操纵着圆筒，轻而易举地拿走了老妈的眼镜。如何把眼镜神不知鬼不觉地还给老妈，则是大雄的练手题。好在大雄一点就通，让老妈又回到了清晰的世界。有了开门红，大雄直接向胖虎家进发。要说他和静香还真是有缘，一只脚出门都能遇到。看见静香买了一堆烤红薯，大雄毫不客气地笑纳了。蓝胖子嘴上说着这样不好，可他也分了半个去吃。吃完红薯，大雄突然发现圆筒悬空了，伸出手去摸到了一团毛茸茸的东西。原来圆筒被狗子当成玩具叼走了，狗主人更是把它当成了飞碟。大雄的视野随之天旋地转，本就头晕眼花的大雄还被狗子舔了舔脚丫子，然后挨了一口，那滋味别提多酸爽了。要不是蓝胖子赶过去抢回了圆筒，大雄这条腿今天就要交代在狗子的嘴里了。送佛送到西，蓝胖子一不做二不休，把圆筒带到了胖虎家门口。接下来就要靠大雄自己了。大雄当着胖虎妈的面，悄悄潜入了胖虎的房间，成功的找回了被胖虎借走的那本书。大雄向来不是个见好就收的人，更何况之前胖虎和小夫还他当孙子，现在他要告诉他们谁才是老子。说着，大雄对着胖虎的大屁股就是一脚，还顺走了他的包子。本想用球棍给胖虎来上一棍，胖虎脚下一滑，屁股惨遭来自地板的第二击，圆筒也被发现。智商不在线的胖虎没多想，直接给扔了出去。这时小夫也来到胖虎家，其实他也是个被胖虎借走了书的可怜人，何苦为难大雄呢？既然小夫不仁，就休怪大雄不义了。他又偷偷进到胖虎房间里，找到小夫的那本书，趁小夫向胖虎讨要的时候，偷偷的塞进了他的手里。胖虎一看小夫竟然拿着书还要他还，二话不说把小夫连人带书打出了家门。胖虎和小夫都教训过了，蓝胖子劝大雄赶紧收手，可大雄这会儿正在兴头上呢，哪能听得进去？正巧胖虎的暴力行为被老妈抓了个现行，正在挨训呢。大雄偷偷的给他挠痒痒，胖虎忍不住大笑起来，这把老妈给气坏了，不由分说的就是一顿抽。这下大雄可是过足了老瘾，正准备走人，圆筒却被胖虎拿了起来。被教训了就要解压，一个想法随即而生。于是大雄眼睁睁地看着圆筒被胖虎当成了麦克风套，他和蓝胖子还没来得及反应，胖虎的杀人魔音便在两人耳边零距离炸响，堪比核弹的音浪，把他俩掀得人仰猫翻。如果用一句话形容胖虎歌声的恐怖，小伙伴们会如何形容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雄家中来了名新成员，静时可帮妈妈收拾家务，动时可将胖虎打得嗷嗷直哭，偶尔还会给家庭成员来个小惊喜。你是不是心动了呢？胖虎最近学了空手道，小伙伴们全遭殃了，直接被打得连亲妈都不认识了。当然大雄也逃不过被练手的命运，大雄跑回家就哭爹喊娘的求蓝胖子帮忙教训胖虎，可眼前却出现了一个萌萌的玩偶，自称是忍者。大雄的脑子还在飞速运转，消化当前的信息，只见小忍者已经出手了，一个熟练的挂钩大摇摆直接飞出窗外，随后更是有斗篷飞了起来，但这飞的方向貌似是胖虎所在的空地。胖虎还沉浸在无敌的寂寞中，忽然几只暗器由远而近，悉数落在胖虎身旁，直接打掉了胖虎的裤子。胖虎那是又恼怒又害羞啊，大喊有本事你出来啊！在胖虎的诚心呼喊中，小忍者从天而降，帅气逼人，直接整懵了一群小朋友。但胖虎却激动得很，终于有人可以陪自己练空手道了。只见胖虎大喊着降龙18掌，结果小忍者直接原地消失，而胖虎直接落在了满是飞镖的地上，痛的胖虎那是嗷嗷直叫啊！胖虎这下是真生气了，他左一掌右一拳，但完全打不中小忍者，就算是背后偷袭，
也只是让自己摔了个狗啃泥。小忍者也玩够了，直接使出了绝招，刀光剑影后帅气落地。但胖虎就没有那么帅气了，只能哭着回家找妈妈了。回到家后，大雄对这个新保镖是赞不绝口啊。而此时的妈妈要出门买菜，希望大雄可以看家。但大雄眼睛一转，还有比小忍者更适合看家的人吗？于是大雄决定去找静香玩过家家。临走前还不忘跟小忍者说，不要放不认识的人进家门哟。然后就开心的离开了。但大雄走后，小忍者露出了凶狠的表情。第一个遭殃的是快递员。小忍者开门一看，你谁呀？不认识。然后就关上了门。可快递总是要送的呀。可一开门，哇哦，大青蛙！吓得快递员撒腿就跑啊。而这时，蓝胖子从时光机中钻了出来，一起前来的还有回收小忍者的客服。原来小忍者是一个残次品，使用不当就会暴走。蓝胖子还不当回事儿，可这家里的门咋没了呢？还有，我身后貌似有东西。而此时的大雄还毫不知情，在静香家快乐地玩着过家家。可蓝胖子却步履艰难地爬到了这里。兄弟，我被忍者打了。爸爸带着客人回到家中，而小忍者的重头戏也来了。先是用机关在爸爸面前直接大变活人，将客人藏了起来。而到处找寻客人的爸爸也不幸触发机关，随着紫色烟雾的升起，爸爸直接败北。匆忙赶回家的大雄和蓝胖子被家中的情景惊呆了，这还是我家吗？两人是要将小忍者抓住，可却自己先中了招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而后两人分开寻找，大雄这面呢，直接踩到了陷阱，摔得连亲妈都不认识了。而蓝胖子这面呢，找不着小忍者已经不重要了，我只负责看我帅气的容颜就足够了。可大雄到来后，却发现镜子里没有自己，原来镜子里藏着的是小忍者。毫无悬念，大雄和蓝胖子也被小忍者制服了。而此时妈妈回来了，看到一地狼藉，强忍怒气开始收拾。紫色烟雾升起，小忍者再次出现。可妈妈也不是吃素的，手中的任何物品都能成为妈妈战斗的武器，毕竟家里有孩子的妈妈都是练过的。小忍者直接被打了个七荤八素，经过努力，众人终于成功自救。可下楼一看，小忍者此时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贤内助，晾衣服的手法简单暴力，看来即使是残次品也不需要回收了。如果你的家中也有一个这样可爱萌萌的小忍者，你希望他可以帮你完成哪些事情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哟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穿着睡衣的静香面色潮红，气喘吁吁，衣衫不整的胖虎和小夫更是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肉体接触。大雄的房间今天怎么这么热闹？大雄和蓝胖子看漫画正上头，妈妈要人去买信封，两人争执不下。大雄坏笑着要用猜拳来决定谁是那个倒霉蛋，可蓝胖子只能出石头，这不明摆着羞辱他吗？一气之下，蓝胖子准备坐时光机逃跑，被大雄一把扼住命运的喉咙摔了下来。这时外面响起了外卖小哥的声音，蓝胖子灵机一动，我们也可以用外送电话点信封外卖呀。见蓝胖子好像很熟练的样子，打电话让人来送信封，大雄觉得能送到才有鬼了，没想到文具店老板娘光速前来打脸，真的把信封送来了。大雄看到好道具就坐不住了，立马打电话叫了最新一期的漫画，送书来的居然是总编辑，这可是相当于金某达级别的服务啊。大雄一拿到好道具就膨胀的臭毛病又犯了，立马去给老妈献殷勤，可老妈只说了3个字，你一边凉快去。回到房间，蓝胖子告诉大雄，外送电话不仅能点外卖，还能滴滴打人，这下新漫画都不香了。大雄直接下单静香这个大活人，出现在他面前的是蓬头垢面头顶冰袋的静香，原来人家正卧病在床呢。蓝胖子见状赶忙又任意门让他回家了，这年头发烧了可得好好隔离呀。刚送走静香，妈妈让大雄把信放进邮筒里寄走。虽说大雄刚才是想跑腿，可那仅限于能用外送电话偷懒的范围，真要处理他就不乐意了。偷懒偷到底，大雄就是要试一试能不能让邮筒也送货上门。不久，一个眼镜男气喘吁吁的搬着邮筒来到了大雄家门口，大雄也真是心黑，偷完信还让眼镜男把邮筒搬回原处，好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虽然蓝胖子看不惯大雄滥用外送电话的行为，可是当他看到电视上那要排长队购买的铜锣烧10斤塔时，瞬间真香了。打完电话，蓝胖子像个恋爱中的少女一样，脸红心跳，小鹿乱撞。只听得一阵如雷贯耳的脚步声，一位毛发旺盛的鬼火大叔径直进了大雄家。大雄还以为黑帮大哥来了，吓得脸部着地。大叔也是个急躁人，直接把箱子对着蓝胖子的面门就砸了上去。原本梦幻般的铜锣烧10斤塔被摔得稀巴烂，蓝胖子心疼的要命，可是自己点的外卖跪着也要吃完。这时妈妈突然告诉大雄，刚刚那封要寄给北海道阿姨的信没贴邮票，可是信已经寄出去了，怎么办呢？要不是蓝胖子及时阻止，大雄就要用外送电话把阿姨从北海道叫过来了。
蓝胖子让他别想歪门邪道，好好看漫画。然而大雄又动了叫漫画家上门的歪心思。忽然老爸上门送温暖了，他给了大雄一个公司熟人送他的美少女偶像亲笔签名手办。爸爸还真是很懂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什么呀。大雄越看越着迷，想用外送电话叫偶像本人来，让他好好看看。这次蓝胖子真的生气了，要收回道具，大雄却死皮赖脸的求着再用一次。蓝胖子心软答应了，没想到他居然叫来了胖虎和小夫，就为了在他们面前晒一波。胖虎正在收拾小夫，莫名其妙就上大雄家来了，哪有心情看什么塑料小人，继续打起小夫来，一记横扫把小夫踢飞，无辜的手办被砸得宛若五马分尸。胖虎接着一记泰山压顶，连蓝胖子和大雄一起打。要不是大雄吊着一口气打外送电话叫胖虎老妈上门，可能真的要咽气了。蓝胖子觉得再点个医生来给他们治治比较好，但大雄已经怕了外送服务了。如果在刷动漫的你的身边也有这样一个外送电话，会点什么外送服务呢？评论区来说一说吧。